班夫国家公园的一个叫做金旗角。金旗角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地点呢，可以拍到这个班夫的温泉城堡啊，有没有从这个地方看过去哦？那我刚刚有讲了啊，整个加拿大有没有看到这个枫叶旗哦？我相信是非常多人了解的，尤其是非常有名的服装品牌啊，也是以这个地方进入以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 mark。你看看他在吃什么，真狠啊！吃报纸啊，是谁给他的啊？哎呦，真的是加拿大人看到会很生气。但是你以为他在吃吗？还是他打算把他带回去当窝呢？班夫国家公园内有一个冰川湖，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梦莲湖。那它附近还有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叫做路易斯湖，距离它呢大概10来公里，位于石峰山谷下，海拔高度1884米。这个湖不大，但由于梦莲湖是一个冰川湖，因此只有到每年的6月中旬到下旬，湖水才会到达的最高峰。最高线折射沉积的盐粉，透露出美丽的蓝绿色。它的重点就在这边，而附近呢很多 hiking 就是健行的小路啊。但是这附近呢，我告诉你，春夏天的时候，灰熊的活动很多，所以呢，它那个 hiking 也就是健行的路线常常会变更哦。它旁边的非常自然的环境，我跟你讲我每次来到这种地方我都会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边健行个2天我一定很开心。老外常常都是这样开台车出来之后呢，登山的东西背着就走个2天呢，哇，觉得这是人生的当中的幸福尤其是在这种地方如果你带着小朋友来，让他体会大自然，多棒啊！在国外然后什么安亲班每天就是大自然玩再玩再玩。那在这附近呢，从梦莲湖呢，可以开始呢，在附近呢绕行8到12个钟头的健行路线很多人会说你说野生动物我们怎么都看不到啊？野生动物还让你看到，那还得了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吸引无数人来这边看了加拿大有多大？
你知道吗？非常的大哦，全世界第2大的国家哎，所以你感觉咧，加拿大大吼，超过你的想象哦。所以来到这有的人哦，常常拢会讲啊，无看到野生动物啊，拢咧坐车尔，唔是拢咧坐车。你甲看这个山，这个路线，这个冰河，迄凊彩一个点，你就来，互你行路哦，拢会行2天以上的。凊彩一个点哦，所以你讲你会使做的方式是啥？当然就是坐车看附近的风景尔，无开要叫你来健行2天3天哦，你敢动会掉？无可能哦。所以旅游的玩法呢，有不一样的情况哦。这是非常大的重点哦，这也就是旅游路线跟中老年人的路线呢非常的不同。我们可以挑战自己，让自己多动，让自己多健康，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我们走起来是很难的。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说，啊，你说野生动物没看到半只了，这个时候如果忽然间跑一只灰熊出来，大概照那不会了哦，而且灰熊也不会笨到那种情况哦，忽然间跑到那个班夫小镇侯利利亚哦，那当然了，它可以让你拍摄得到哦，它那也是你的福气啦。前面有提到这里是个冰川河，你看到这里很多的树木，最主要的因素呢来自于呢，其实在 Rocky Mountain 落基山脉，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山上常常会有下大雪，甚至会有雪崩。所以呢，雪崩的时候，有时候呢，会夹带了很多的漂流木下来哦，到了山下，甚至有时候呢，为了害怕雪崩，所以你在加拿大的沿路，你可以看得到
有那个炮台发射器有点像是发射炮弹的枪管为什么？它就是把东西呢投到山顶上，让山顶产生一个小爆炸，让山上的雪块往山底下冲制造人工的雪崩，让山上旅游的人更安全一点。看到了加拿大，其实你知道吗？加拿大的领土面积达998万平方公里，你知道998万是多少吗？998万你知道台湾才3万6那你说998万，你说吓不吓人呢？加拿大也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加拿大的国旗。而加拿大最早来这边殖民的呢，其实是英国还有法国，当时他们是统领的北美，所以其实你到了加拿大，还有一个法语区在加东的部分当时的英国跟法国呢，在北美洲的东岸，就是现在我们常讲加拿大渥太华，这个地方开始呢殖民。1763年7年战争结束之后呢，当时的法国被迫将几乎所有的北美殖民地割让给英国，所以现在你到加拿大的东部，你还可以看得到当时法国人所留下的殖民色彩，还有所谓的法语区。随后的几十年当中，英国的殖民者呢，一路往西边，就是到现在的温哥华太平洋地区呢，一路攻占过来，建立了非常多的新的殖民地。而当时落基山脉两旁边，北美洲的山脉阻隔了美国跟加拿大当中，所以呢，其实我们到了加拿大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印第安人。那1867年宪法法案通过了加拿大省，那还有新布兰维兹兰兹维还有新斯科西亚3个英属北美的殖民地组成的加拿大联邦，从此加拿大开始出现，而且代表着当时的英国政府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是她的国家元首及加拿大的君主，而加拿大的总督是政府的代表，所以加拿大是个双语的国家，英语跟法语当时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与原住民的语言则被认为第一语言。由于高纬度的地广人稀，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拥有多元化种族及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这个地方有很大部分的国土就在北极圈内。很多人认为看极光一定要去阿拉斯加吗？我告诉你，横跨北极圈的国家，北欧国家、加拿大的很多的纬度高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极光。近年来移民大部分呢来自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先进的国家，加拿大的富裕、经济开发的国家，所以你知道不？加拿大在世界上排名第11，它的 GDP、它的人类发展指数都是非常高的，它的教育、政府的透明度、自由度、生活品质，所以加这啦很喜欢移民加拿大。当然了，加拿大它没有办法像一般城市的繁华，所以人家常常讲一句话：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原因在这边，又有美丽的风景，但是呢稍微寂寞了一点不像峡谷那到处都 7 我调调一直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喜欢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常在国外你会遇到的，大家觉得不方便，哪有不方便？是你太方便了。
班夫国家公园内，跟刚刚我讲的我们看到的梦露湖然后路易斯湖呢，维多利亚女王将心爱的路易斯公主嫁给了加拿大的总督。总督呢，为了表达对公主的挚爱你知道了吧？就叫做路易斯湖咯。将这个绝世之美的湖泊呢，命名为路易斯湖，后面的山呢，就叫做 Victoria 维多利亚山。哇，你说浪不浪漫哦？其实很多人也许也不了解北美洲到底在玩什么，美国、加拿大到底在玩什么？其实在玩它的国家公园。哇，你看这个鲑鱼呀，有没有看到回流？而这些鲑鱼呢，尤其是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点，你有幸运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鲑鱼回流。你看我们多幸运啊！我们常看到的熊啊，在这个回流的地点在抓鲑鱼啊，看到的就是这一幕。所以你知道美国跟加拿大到底真正在玩什么吗？在玩它很多天然的风景，比较静态，但也是美丽的。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加拿大的联邦政府设立的国家公园，通常景色非常的壮观，也能够反映当地地貌的特色。加拿大国家公园加这都是所谓的共管式很多人可能对于共管式的加拿大公园不太了解，就是很多的地方呢，都是所谓的加拿大当地的原住民跟国家一起来管理的。那它的首要目的呢，就为了保护这一些的生态完整，帮助人们探索这些区块所以加拿大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呢，其实非常的有 power 他们呢在掌管了整个加拿大面积这么多的国家公园加拿大目前列为国家公园的面积呢，就有多少？30几万平方公里啊！你看台湾才3万6，30几万平方公里，占全加拿大的土地面积有3%那目前为止呢，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他们还在设立更多的国家公园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地方列为国家公园包含了育空的老虎、英属哥伦比亚的南澳
哈纳干哦，尤其是很多的人哦，可能对这个玉空呢很不了解哦，非常的不能了解哦。玉空首府叫做白马市，是加拿大3个地区其中一个，加拿大的西北方哦。这个玉空呢，大约人口只有3万人哦。那在这里面呢，玉空以流经该地区的玉空河来命名哦。要去这个地方很难的哦，它临界了阿拉斯加州哦，还有这个南部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哦，它非常特别哦，非常的特别。在欧洲人还未到达美洲之前，玉空地区曾经是印第安人的聚居之处哦。直到17世纪，欧洲人大力在北美殖民的时候，玉空才出现了不一样的改变了哈。所以很多人听到玉空，其实呢，很多人不知道玉空领地，玉空藏有非常丰富的矿物。19世纪后期的淘金热潮期，玉空的采矿业快速的发展了，玉空开采的矿物非常的多，你了解了哦。所以呢，来到这边呢，虽然我们没有去哦，但是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哦。玉空的这个地理位置跟玉空的历史就在这个地方，北美。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土地面积就在加拿大哦，所以来什么地方玩什么一定要很清楚。你们知道来加拿大玩什么了吧？它的国家公园其实不止加拿大，美国也是它的国家公园之多，畅行这些国家公园是来这些国家真正最大的收入。班夫内最有名的路易斯湖城堡饭店来加拿大住城堡饭店你不要以为进去里面是豪华又现代化的设备它里面并不豪华，它里面是古典，它里面是这些饭店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住的呢是什么？因为路易斯湖城堡饭店外面有好漂亮的湖这边的起源呢，受雇于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公司来这边探勘的时候呢，发现了原住民口中雪山还有很多小鱼的湖。这里的湖水呢，呈现的颜色呢，跟冰川的美景所吸引，所以呢，前面的湖呢，最初叫做翡翠湖，后来呢，才把它改名叫做维多利亚女王的第4位公主路易斯湖，也是亚伯达省省长引播的东西盖到家来那就变成了路易斯湖 Victoria 的山。这边呢，最早只是盖给登山客跟户外爱好运动者的小木屋。经历过2次的火灾，发现这个规模，这里呢，也是属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旗下的连锁饭店，就把它盖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具有历史的那来到这边呢，你看古典式的建筑，英式风格的建筑在这里面呢，你看到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里面的房价呢非常的贵你不要看它里面并不豪华，里面充满的是古典浪漫的感觉，英式风格，很多的标本都是真的不管是美洲野牛也好等等进来这里面呢，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个路易斯湖城堡饭店给人的感觉
班夫小镇呢，最大的特色、特点、特别的地方也来了。这里呢，被称之为叫什么？您知道吗？这里被称之为叫做瑞士小瑞士之称啊。班夫小镇呢，也是在整个加拿大里面，落基山脉里面，我觉得非常漂亮，也最商业的一个小镇。它跟瑞士的很多像少女峰底下的一些小镇呢，非常像啊，像因特拉根啊等等啊，在这里很多的滑雪游客、旅客都选择在班夫小镇度上一晚。这里有个商业城镇、商业重镇，不管你要买任何有关于加拿大的欧米亚给，你到这里小点宾馆，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一趟的加拿大 Rocky Mountain 介绍到这边，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看看这美丽的加拿大景色。